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？是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，还是300万平方公里的澎湃？是四季轮转的天地，还是冰与火演奏的乐章？像鸟儿一样离开地面，冲上云霄，结果超乎你的想象，前往平时无法到达的地方，看见专属于高空的奇观。俯瞰这片朝夕相处的大地，再熟悉的景象也变了一副模样。从身边的世界到远方的家园，从自然地理到人文历史，50分钟的空中旅程，前所未有的极致体验。从现在开始，和我们一起天际遨游。海南省位于中国版图的最南端，它带着南海众多岛屿，贡献了相当于中国陆地面积1/4的广阔海域。南部的南沙群岛界定了中国最南的国界，北部的琼州海峡隔开了海南岛与内陆。我们的旅程从北部开始，探索火山如何塑造岛屿，前往一座洋溢着闯荡精神的城市。沿着北部海岸线，邂逅3座风格迥异的灯塔。这是一条30公里宽的海峡，它的南岸是中国第2大岛海南岛。海南岛本来是内陆的一部分，6000万年前，地壳运动让部分陆地下陷，海水淹没了这里，形成了古琼州海峡。伴随着塌陷和海峡形成，火山开始喷发。火山喷发物不断堆积，海南岛北部的面积随之扩大。在海南岛的北部，火山运动的痕迹随处可见。这片面积仅有10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坐落着40多座火山。马鞍岭火山是其中的明星。它由一座主火山、一座副火山和2座小巧的寄生火山组合而成，就像父母带着自己的一双儿女。如今，植被已经把火山层层覆盖，人们在这里建造了公园。沿着火山缺口处的步行通道，可以一直走到69米深的底部。大约在13000年前，马鞍岭火山完成了最后一次喷发，随后陷入沉寂。但不能小看它的威力，这是一座休眠火山，没有人知道它会在什么时候醒来。轮渡是往返于内陆和海南岛之间的班车，只需要50分钟就能横渡琼州海峡。
这是一艘载重量超过4000吨的轮船，除了汽车和旅客，船舱之中还有一列跟随它渡海的火车。跨海前，火车被拆分开，装入船舱。轮渡靠岸后，首先完成铁轨的对接。接着，列车车厢被拉出船舱，重新组接成完整的火车。海口是他们在海南岛旅程的第1站。有一条盛极一时的骑楼商业街，1楼是店铺，2楼以上是人们居住的地方。这部分向外探出，就像骑跨在人行道上，所以叫做骑楼。这是海南人从东南亚带回来的建筑样式。对于他们来说，大海并不意味着阻隔，而是通往远方的道路。从清代开始，这里就有下南洋的热潮。出海闯荡的人们捎回不少新奇玩意儿，小到咖啡，大到骑楼这种设计，甚至连造房子的水泥都是从南洋运回来的。闯荡南洋的人们脚步未远，从内地驶来的轮船已经响起靠岸的鸣笛。1988年，海南建省，并成立了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。自由与梦想激励10万闯海人横跨海峡，从海口登陆，踏上这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岛屿。如同闯关东，走西口，当年的闯海人勇于冒险，走在了开放的前沿。下海是他们贡献给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流行词。即便是最靠近陆地，
追寻一座岛屿和树木之间的奇妙缘分。平凡的椰子有着最传奇的身世。貌不惊人的红树林，在绝境中力挽狂澜。退潮后，加入螃蟹和鸭子的队伍，与他们一起重新发现海滩。在海南岛东部，有一条绵延15公里的椰海长廊。200万棵椰树演绎了极致的椰岛风情。椰树和海南岛的亲密关系众所周知，可关于它们相识的经历却始终是个谜。有一种说法比较盛行，海南岛上原本并没有椰树，最早的椰子来自马来半岛。数千年前，一些成熟的椰子从马来半岛的椰树落下，被潮水带入海中，开始漂泊。搭乘洋流的班车，他们必须在2个月之内遇见陆地，否则等待着他们的就是死亡。这样艰险的旅程失败了很多次，直到某一颗椰子率先登陆了海南岛。这是幸存者的胜利，一颗椰子最终繁衍出一片椰林。告别椰林，继续向前，海水逐渐接管陆地。我们惊诧地发现，一片树林生长在海水之中。这片树林聚集了不同品种的红树科植物，它们或许是自然界最名不副实的树木，明明是绿色，却叫做红树林。其实，这些树木树林旁的滩涂，海滩上滞留的小鱼虾是它们挚爱的食物。大自然的馈赠给鸭子提供了免费的天然饲料。这种赶海觅食的鸭子，有人称呼它为跑海鸭。寻求美食的道路从不孤单。退潮后，和尚蟹也开始扫荡海滩。并不是所有的螃蟹都只能横行，和尚蟹就很擅长向前直走。平均重量只有2克的身体，让它们能够迅速移动。它们喜欢集体出行，这样看起来更像是一只庞然大物。
可以吓唬一些胆小的捕食者。大海在每一次涨落之间，将大自然的礼物馈赠给海边的人们。落潮时分，到海滩上就可以捡拾最新鲜的海产。潮水退得越远，留给赶海人的沙滩就越多。熟悉地形的渔民甚至可以下到数百米外的海滩上采贝。以海为田，靠海吃饭，他们就这样过了数千年的赶海时光。从古老的渔村到度假天堂，不断变化的风景里蕴藏着海南更新迭代的故事。和海上人家打个照面，探访不远处的南湾半岛，那里是猕猴的天堂。飞往中国顶级的旅游胜地，体验花样玩海的无穷乐趣。现代城市，海南的许多地方都经历了急速的升级换代。让我们去看看在此之前这座岛屿童年的模样。海南的大多数旅游地，原先都是这样的小渔村。新村港是疍家人世代居住的港湾。疍家人是沿海地区水上居民的统称，数千年来，他们靠海为生，以船为家，从不上岸生活。这一个个木质方格，当地人称为鱼排。鱼排之下是养殖海产的网箱。今天的疍家人以养殖和出海捕鱼谋生。他们在鱼排上搭建木屋，鱼排连成片，木屋连成村。祖辈们留下来的传统劳作方式依然在延续，只是如今一些疍家人不再漂泊海上，他们上岸建了房子，过上了海上劳作、岸上生活的日子。疍家人的邻居住在不远处的半岛上，眼前这座山就是猕猴的乐园。
为适应环境而进化，这是大自然不变的法则。海南的坡鹿就是最好的例子。从名字上看，很多人会以为坡鹿生活在山坡上，可在海南方言中，坡是平地的意思。这是一种生活在平地的鹿，它们拥有敏锐的视觉和听觉。坡鹿奔跑迅速，还特别善于跳跃，1米多高的乔木、灌丛都能轻松地一跃而过。往南飞行，逐渐靠近海面上的一座小岛，热带岛屿的风情扑面而来。向往蜈支洲岛的人们很多是潜水爱好者，这里拥有极为透彻的海域，海水的能见度有时能达到20多米。初学者经过培训之后，下潜到10几米的深处，海底的世界便一览无余。见风使舵是帆船运动的关键。海上的风隔20-30米便迥然不同。有人喜欢风力条件上乘的岸边环境，有人愿意纵向深海以躲避大浪。在探索海洋的过程中，人类不断迸发出享受海洋的新灵感。玩海的方法层出不穷，海面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绘画。辽阔的海没有束缚，玩家们可以体验最快的速度。人们以不同姿势投入海水柔软的怀抱。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？是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，还是300万平方公里的澎湃？是四季轮转的天地，还是冰与火演奏的乐章？像鸟儿一样离开地面，冲上云霄，结果超乎你的想象。从身边的世界到远方的家园，从自然地理到人文历史，50分钟的空中旅程，从现在开始，和我们一起天际遨游。一些前往三亚的航班，在降落前首先会在这里绕行。108米高的南山海上观音是全球最大的观音像。在环绕飞行之后，飞机将停在往东23公里的凤凰国际机场。三亚是人们常说的天涯海角，在古代，它是贬谪官员、流放囚犯的荒凉之地。
千年后，人们看中了它的潜力。旅游业的发展重塑了人们对边远之地的浪漫想象。今天，三亚已经被打造成中国顶级的度假天堂。俯瞰三亚，这座城市正演绎着自己的快与慢。在快速发展的时代，变化无处不在。人们需要加快脚步，才能抓住涌动的财富契机。同一片土地上，另一群人却慢得出奇。他们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享受假期，只为了寻得片刻宁静。这就是属于三亚的双城记。离开现代都市，进入中部山区，除了蓝天碧海，海南还有另外的色彩。寻找第一批拓荒者的足迹，前往南渡江参加一场夏日盛会，来到东部，看万泉河如何滋养一片生命的乐土。海南的中部分布着大片山脉，它们占据了岛屿1/4的土地。苍茫的山林正在向我们靠近。这是一片由次生林和人工林组成的森林海洋。寻找真正的原始森林，可以前往尖峰岭。这里保存着中国为数不多的原始热带雨林。凶险的地形阻隔了热切的探索。中部山区的有些山峰，100多年来很少有人踏足。与世隔绝未尝不是好事，这让大自然能以自己的节奏繁衍生息。山林深处，生活着海南岛的第一批拓荒者。数千年前，黎族先民乘船渡海而来。据说，在海南上岸后，他们把船反过来一扣，底下用4根柱子支撑起来，就成了船形屋。传说寄予的是美好想象，船形屋更像是黎族人为适应环境而做出的精心设计。屋顶边缘尽可能向外探出，既可遮阳，又可挡雨。十分适合海南炎热多雨的天气。采槟榔是黎族人擅长的高超技艺。人们常说，黎族的阿哥爬树比猴快，爬的就是槟榔树。槟榔树一般10几米高。最高的可以达到30米。为了采槟榔爬这么高的树，看来人们真的很喜欢槟榔。黎族人原先以采集、狩猎为生。漫长的岁月中，他们学会了精耕细作。
崖湖梯田见证了这种生活方式的转变。海南气候湿热，一年可以种植3季水稻。第1季水稻成熟的时节，正是端午前后。赛龙舟算得上此时海南岛最热闹的水上盛会。澄迈当地参赛的龙舟手大多是渔民，他们将和专业运动员同场竞技。赛龙舟不是花哨的表演，速度是它的最大看点。最快的龙舟每秒可以前进4米。想要取胜，龙舟手的动作必须整齐。只有当2侧的划桨同时用力，龙舟才能保持直线前进。中国的海岛超过7000个，但具备居住条件的海岛不到500个。因为缺乏淡水，大多数海岛无法居住。海南岛的幸运在于，它拥有充足的淡水水系。从中部山区发源的4条大河，分别流向岛屿的4个方向。其中，万泉河在海南东部冲击出一片片沃土，造就了海南最大的粮仓。上天并非总是眷顾这里，偶尔它也会发发脾气。因为处于台风走廊的入口，海南东部一年要接受台风2、3次正面袭击。得益于河流的滋养，这里依然成为仅次于海南北部的人口稠密区。海南岛前进的每一步都是充满挑战的智力游戏，为温饱开辟的盐田，为速度而飞驰的列车，为探索而升腾的火箭，古老和新兴的科技轮番登场。
这是全球第一条环岛高铁，只需要3小时就可以绕岛1周。海南岛中部高，4周低，人们多数生活在靠近岛屿边缘的平原上。沿着最外围的平原，海南建立了环岛交通系统。快速的交通网络将分散的城市和乡镇串联起来，并覆盖了全岛大约90%的人口。跟随环岛高铁前往文昌。文昌拥有中国最接近赤道的航天发射场。在这里发射的火箭可以更轻松地进入轨道。总装厂房是发射场的核心区域，用来组装不同量级的火箭。准备发射前，火箭被推送到发射塔架。塔架四周有避雷塔，塔架下是深达20多米的导流槽，用来导流火箭发射时产生的巨大热量。这是目前中国最开放的航天发射场。2016年，2万多人近距离观看了长征7号火箭升空。南海的旅程令人向往。在大洲岛发现年代久远的沉船，跟随谭门镇渔民前往南海，俯瞰汪洋上的翡翠，凝视大海的瞳孔。在旅程的终点，我们将邂逅经验之外的震撼。大洲岛的两侧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景，一面波涛汹涌，一面风平浪静。这正是所有航海者梦寐以求的天然良港。海南岛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补给站，在它漫长的海岸线上，曾经有过不少像大洲岛这样的停靠站。沉没在大洲岛附近的古船，是那段岁月留下的标本。南海之下，还沉睡着许多比它还要大的船只。它们曾经是这片海域上勇敢的开拓者。这从来不是一片寂寞的海洋。几千年前，中国人就开始了对南海诸岛的探索。谭门镇的渔民把南海叫做祖宗海。从宋代起，他们的祖先仅凭一个罗盘就敢闯荡南海。依靠世代积累的经验，先人们总结出最佳航行路线。600多年前，谭门镇人就拥有了一本南海超级地图。天气好的时候，
谭门镇的渔民会带着家中的男孩到附近海域练习潜水。和其他地方的渔民不同，谭门镇人出海捕鱼还有一项特殊的本事。他们可以潜到水面之下的珊瑚礁中捕捞海珍品。据说，最厉害的渔民能下潜到10多米深的海域。等到男孩们练成这个本领，他们跟着父辈们到南海捕鱼的日子也就到了。三沙1号是一艘交通补给船，每月4次往返于海南岛和三沙之间。海水颜色由浅变深，意味着轮船进入深海。当深蓝褪去，海水再次变回浅色，西沙群岛就在不远处了。经过大约13个小时的航行，三沙1号到达第1站永兴岛。永兴岛是三沙市人民政府驻地。三沙市管辖着西沙群岛、中沙群岛、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。永兴岛上，中心主干道长约300米，两旁分布着银行、超市、医院等生活服务设施。永兴岛北面的这几座小岛看起来并不完全相连，但它们被称为七连屿。这是因为在水面下有一个巨型礁盘托住了这些小岛，这是它们共同的基座。西沙群岛的岛屿大部分都由珊瑚虫的遗骸堆积而成。在新陈代谢中，珊瑚虫会分泌石灰质，变为自己生存的外壳。它们聚居在一起，一代代生长繁衍。石灰质不断粘合压实，就成为如今我们看到的珊瑚礁。七连屿中的赵树岛，绿树葱茏。岛上的居民主要是来自谭门镇的渔民。赵树岛的基础设施逐步完善，人们安居乐业，并于2009年成立了赵树岛居民委员会。离开七连屿，前往永乐群岛。从高空看，这仿佛是大海的瞳孔，人们称它为蓝洞。这是一种形成于亿万年前的自然奇观。冰川融化后，海水灌满了曾经的溶洞，形成了一个蓝色的深渊。这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深海洋蓝洞，它的深度超过300米。
未知领域激发着科学家探索的兴趣。想要接近蓝洞，需要等待合适的时机。蓝洞四周岛礁密布，人们只有在潮水最高的时候，才能乘坐小船进入。沐浴着和煦的阳光，往日起伏的海面仿佛被熨平，大海变得安静。飞行在这片蔚蓝之上，我们可以听到大海平缓的呼吸。面向海洋，更能感受到风的来向。一个新的时代正乘风破浪而来，海洋愈加成为中国连通世界的桥梁。